脱单不脱发，控油防脱就用养元清。本节目由养元清指定赞助播出。哦，恋爱测试，放一来就考试啊！天哪！所以说这个是要给异性批阅的，就是其实是给他们排名。他这个还要评级，给你地下室、天花板这种，挺残酷的这样子。天花板先下去，所以我会先和大家见面吗？怎么有一点拘谨？你们最 care 的那个题目是哪一个？喜欢不搭讪还是喜欢搭讪？跟你搭讪的女生不会留联系方式吗？太可怕了！哇！爸爸的潜力来了！我喜欢看这种话。有用吗？谢谢。腼腆的人吧，对一个人感兴趣总归有方法。还有串剧。我发现你是宝藏男孩耶！哇，这个评价好高啊！这是你不来吃的。是的。林毅对小马还是蛮明显的，蛮关注的。哦 ，sorry， 酱油偏倒了。对，人家在火花，你自己在干嘛？哇，开心开心！好快乐，吃饱好快乐。你到底来这边干饭，还是来谈恋爱的？特别爱的那种，我可能做不了朋友。如果我真的很喜欢他的话，应该都是我错。你是一个天使哎。有任务了是吗？开始吧，来吧。哦，相信你们对彼此的职业都非常好奇。这里面有8个 U 盘，有你们想要的答案。来吧。这样子吧，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吧，分开来。那我们先猜谁？先看看俊霖的。这我了。你是觉得我是做什么职业的？我们当时聊的时候，俊霖说他的职业非常忙，他会忙到晚上10点多。说明他的职业应该是加班非常严重的。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寻常的职业，一种很奇怪的职业。你为什么会这样猜呢？感觉就是直觉，也不是很奇怪，也不是很奇怪。我感觉应该还是跟金融有关系吧。他的话比较少，我觉得偏向于中后台的这些工作。我觉得是可能设计师之类的吧。先看，就看 Kevin 呢。我叫 Kelvin 江俊霖，我是一位建筑师。康奈尔的。哦，哈佛大学建筑的，可以啊。我在香港一间建筑公司里做设计总监的建筑设计师。哦，真的是啊！哦，你好厉害！猜对了。耶！我是真的是没有时间跟别人沟通，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工作上，像一个工作狂吧。建筑设计师，建筑师在我生活中这个职业是比较少接触到的。Kevin 可能就感觉他经常加班，然后上班很苦这种，就跟我生活状态可能比较像吧。你有什么我们知道的楼吗？是商用还是民用那种啊？有很多的都是博物馆啊，这类型的都是。来吧，下一位，丽丽呢？丽丽呢？丽丽，你吧，好吧，那你们猜一下。在伦敦。对，跟他会有关联吗？跟谁呀？没有关系。
应该不是一个公司，同事。是自己的公司嘛？自己做时尚类的或者是设计类的，想在成型，但是还没有。我有点没有头绪。有没有什么提示？钱。钱。那就跟投金融有关系。哦，好飒。投资经理。就是看到自己好紧张哦。投资经理。林宇的比较容易猜到，因为他看起来也像一个做金融的人。他现在在伦敦工作，我也在伦敦工作。我觉得我跟他的背景可能有一点相似吧，所以我觉得我跟他也可以聊得来。在银行里做投资，然后我对她的职业还挺感兴趣的。我觉得女生做这个是很优秀的，然后我也希望可以跟她交流交流。哪个领域的？做银行业的投资。这2个人表达有兴趣了。这个职业一公布，这局势就会有变化。对，嘉荣。话剧演员。话剧，他就认定他是话剧。你说我这套衣服已经说了一整天了，好吧？会像是做餐饮？不是，互联网的吗？往那个方向，跟运动有关系的。健身网课。非常贴近，非常贴近。我叫邵家荣，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是运动媒体传媒公司的客户总监。哦，运动媒体平台。我喜欢篮球，我喜欢运动，它刚好是我的兴趣。看到他打篮球嘛，感觉是非常阳光、活泼、外向类型的人，然后跟他第一眼的印象区别很大，跟他现在的形象很不一样。对，我对嘉荣也有点反差，因为嘉荣在我看来很像那种居酒屋啊、日料店啊、深夜食堂的厨子。居酒屋的老板有点合理，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点合理，我真的认识这种形象的那个饭店老板。有，欢迎光临，光临。我们这样好吗？嘉荣。其实我本来以为嘉荣会像是做餐饮，是吗？对。为什么？因为我的逻辑是，他们3位都不会做饭，那么剩下的1位大概率是很会做饭。其实我们就是做比较多是篮球类型的，就是我们会做一些就是 NBA 它的资讯、它的媒体，然后提供给我们平台上的客户。下一个女孩子，我吗？猜一下吧。马哥快。这工作是要跟很多人打交道。对，这是一个关键信息。就是 PR 吗？就是 Public Relations 公关这。我专业是 PR。你是广告公司。近了，差不多了。就是。传媒公司。王震有被震撼到。你好霸气了，是不是跟现在很不一样？霸气侧漏哎。这个画面也太酷了吧！姐姐杀我。哦，那他也挺有反差的，职场上和生活中的这个状态里面。这个女生好像有很多面，见到的话是很漂亮的女生，但是工作的状态也会是，很潇洒的状态，感觉是性格比较丰富的一个人。这是哪呀？上海。做了多久了呀？广告公司有4年的时间吧。
有一点反差。他今天穿的一身长裙，所以偏向于可爱风格。广告公司的创始人，这个职业听起来就非常的厉害。下一位。哎，我真的好奇王震哎，我怕是。我觉得你是科技公司的，没太多的关联。没太多关联。我觉得你是一个金融人，段子手。也没有太多关联。我的工作才是很奇怪的。还有没有提示啦？提示吧。有一部分就是又很大众，有一部分呢又可能是有一些小众的东西，跟那个广告公司很像。哦。你们看到后应该会觉得，大吃一惊。我是王震，我在广州呢是有一些连锁餐厅。啊？哦，完全没有猜到哎。不会做饭，只会吃。不会做饭，我也不会做，但是要会吃。不会做饭，藏得满身啊，真不会。他是餐饮啊。自己是投了一些广告公司，有涉及到一些珠宝和翡翠类的。难怪他出场上戴了个玉的戒指，设计的好广啊！就是你完全看不出是饮食餐饮相关。没有想到他会是做餐饮的，更给我的感觉就像互联网或者是金融这一方面。对，我是一个很爱吃的人，所以我挺期待，感觉会和他有很多共同话题，然后可以聊聊吃的。只要他那一句我不会做饭，直接就排除在外了。其实我当时我想不会是医生吧，因为他写字就是很潦草的卷子嘛，其实不是很像，然后就没有猜。你的餐厅是做的上海的生煎啊，在广州是做连锁这样子。哦。怕。我觉得你的气质很像老师，但你应该不是老师。我觉得他像那种教练。对，我觉得这个方向有点对，因为他吃的蔬菜比较多，某种健康饮食这一块的某个营养师这一块的，对吧？他可能比如说跟疗愈之类的嘛，瑜伽之类的，可能就跟瑜伽有关系。快接近了，我好紧张。哇，舞蹈老师吗？普拉提老师，果然是温柔的老师呢。天哪！那女生锻炼不用愁了，专业老师在这里呢。原来你是真正的帕梅拉，你是真正的帕梅拉。我觉得可能正是因为普拉提老师，所以塑造他一种非常典雅的气质吧。他是一位普拉提老师，然后我自己也学过普拉提，当然我练得不是很好。我想说以后如果在小屋有人能一起运动的话，应该会有多好。还想切磋一下，以后就去。好，可以。那到我了，大家猜一猜。我觉得你是开健身房的。我是 personal trainer 之类的。答对了吗？没有。能透露一点吗？跟老师有关系。体育老师。体育老师。有点相关。我叫马进龙，我现在是复旦大学的一名在读博士生，我的研究方向是空气质量模型开发。空气质量，你是个博士啊！哇，所以他很严谨，对吧？回答问题的时候，对啊，很严谨。平常科研工作比较重，大部分时间都在实验室里面。我行程一般是实验室、宿舍、食堂、健身房4点一线。完全没有想到，他居然是博士，反差很大。我真的以为他是健身教练。完全出乎我意料，因为他穿的那个工作服，然后跟他第一眼看到他穿的牛仔外套，就是形成很大的反差。对，是个博士，蛮让我意外的。哦，就剩我了是吗？对，大家猜一下吧。我感觉像自媒体创作者。我对他毫无方向感，因为他说的话比较少。哀人。
我觉得你是经营服装，就是设计这一块的，是一个服装店老板，或者是有自己的品牌的服装的那种。可以看吧，好像很好猜我。我目前身份有服装品牌的主理人，还有一个身份是全品类的带货主播。看上去就很甜，对，好美哦。我是觉得他工作起来很有魅力啊，然后有不同的面。现在大家的职业都已经公开啦，那我们能不能拍张照片啊？拍吧。来，哪位男士手臂最长？我猜王震。来，那你就坐第一排吧。好嘞。腿长担当。哎，可以，是不是？开心。哎，有发短信来了。发朋友圈真心时刻要来了，熟不熟？你们两位？发朋友圈。固定环节。对，说实话，我有的时候哪几集没看，我直接快进到这个时刻看，就是提炼总结该期重点，这个时刻看这一个全懂了。那我们就发朋友圈。没想好发什么，我也没想好，第一天能发啥呀？觉得他很有魅力，还是蛮期待未来发生各种事情的可能性的。是还蛮好的人的，希望可以通过白天发生的活动更多了解他吧。形容我自己呢，其实，但是是比较针对他发的。我在发这条朋友圈的时候有点犹豫的。来，要我帮你。他的人我觉得还是挺 nice 的。嘉荣好贴心，感觉会和他有很多共同话题。哦，他有点难猜，我觉得苏。你说苏苏啊？来吧，我们的那个固定环节。好呀，也是他们最熟的环节。跟你们当时一样，就是8个嘉宾，这期是8个嘉宾，然后每一个人都会给心仪的对象发一个朋友圈。这个流程是熟吧？然后呢，就是每一个人可以选择去看谁的朋友圈。我们要猜的是那个人看了谁的朋友圈。哦，这一季我们答对最多的人也有奖励，对吧？有，我们会挂那个小锁，挂在咱们的这个小树上。小金锁是吧？是纯金打造是吗？那我好好打了。来吧，朋友们，分析起来是不是？有简单的吧？我们先从简单的。从简单的开始。最清晰的是不是林毅？林毅和马靖龙，大家林毅应该没跑吧？最清晰对吧？林毅是的。不是王震吗？但林毅在最后有说他今天还有点犹豫啊。老王吗？你是说他在老马？就是因为他最后说的那句话，对吗？参与了之后，我有点犹豫。犹豫，对。你是觉得说林毅跟王震其实也是有互动的，包括秋千上面。对，开心。他们也是有细节的，还有切芭乐。还有一点就是林毅现在我记得30岁对吧？然后小马是28，林毅可能会选择稍微的看起来比较成熟的、事业心比较重的男生。但林毅有明确的说过我是对小马感兴趣的这句话，原文出现了感兴趣这3个字。好的。那我觉得最明显的应该是许娣跟江俊霖吧？对，都宝藏男孩了。对，金子。我发现你是宝藏男孩耶，很像地里的金子，就是本来没有要挖出来才知道它是金子。对，所以许娣和江俊霖大家是没有争议的，对不对？对。好，许娣和江俊霖锁到了，他们是互发。那你们觉得有人会看苏苏吗？有哦，苏苏，我觉得王震会看苏苏的。跟我想的一样，王震会看苏苏。我也觉得有一段是王震在那儿擦桌子的时候，其实苏苏是很想尾随上去做点什么事儿的。有什么东西吗？有书。
对，但我觉得是苏苏会看王震，但王震不一定会看。我同意，苏苏看王震，我觉得王震看的是林毅。对，我也。哦，王震帮他切水果，对。哦，对，因为他一直跟着他呀，然后秋千也是他呀。是的。我觉得王震会跟着林毅的，然后苏苏会看王震。苏苏会看王震的，对。大侦探。我觉得这样，大家各自为战，然后各自亮一下，好不好？好嘞。陈小薇。哦，个人战嘛，谁对了谁挂锁。来吧，谁好了，大家翻翻板子，然后说一下原因和自己选择的结果。能能和罗拉先。第一对嘛，就是小马跟那个林毅嘛，他们应该是互看的。对。对，小马也是看林毅，马靖龙，我觉得他也有可能去看他。哦，马靖龙看帕梅拉。对。然后邵佳蓉会看帕梅拉。我们都是觉得帕梅拉。邵佳蓉我看的是许娌，佳蓉我让他看的是我让他看，佳蓉我是像我说了算是的，佳蓉我选择他看的是林毅。哦，林毅，对，那你就是出现了第3个答案。王震呢，因为有很多的时刻嘛，会跟那个林毅在一起，帮他切水果啊、荡秋千啊等等。苏芮跟那个王震这一对吧，我选他们互看。哦，因为我觉得王震一个这么会照顾所有人情绪的人，他一定不会就是忽略掉有一个很哀的女孩在角落里面默默的。出于一个好奇心的话，我既然跟其他所有蛮大方的女孩子，就是比较 E 的女孩子都有了交流了，那我是不是可以把今天最后的好奇留给那个唯一我还没有交流过什么的那个女生？我的理由是这样。帕梅拉可能不会看邵佳蓉。他可能想要了解一下小马，这是的他的想法，是我的想法，对，一样。帕梅拉是看佳蓉的，一样，我也是。苏芮会看王震，因为他跟王震是唯一不多的交流机会，给了王震。王震是不是都差不多？但可能今天就暂时没有人会看苏苏的，因为他们互动还是比较少一些，苏苏的参与感说话少一些。那我的答案跟你们一样了。就是你们的答案是苏苏轮空是吧？对，那就是4种答案。对，各自安好，自求多福。好嘞，来吧，来看结果。来吧，好嘞，它要揭晓了。我怎么有点紧张？我先来。好，可以。好，我全看一遍，我告诉你们算了的。那你知道的太多了。每个人看。解锁第一个，王震是不是看的苏苏呢？王震是不是看的林毅呢？苏苏是有可能的。王震看林毅。林毅。来。我相信你。哦，是他们俩的 moment。对。林毅就比较开朗了，活泼，然后外向一点的。我以为会有4位男生接我回家。对，我们有不同的职能。他坐下来之后，这个秋千就不动了，感觉重了很多，是吧？性格上，他可能会是我比较想去了解的类型。苏苏的美好应该被看见。OK。一脸不失尴尬的微笑。啊？没有啊，没有。
老马会看谁？我们选的老马看灵异的，对不对？对，灵异。我选的帕梅拉。他是真的没有任何表情。我觉得林毅是一个非常直接而且健谈的女生，就我们俩挺聊得来的。她有的时候还会有点小调皮在里面那种感觉，会让人觉得不会那么有距离感。像陈乔薇的话，她是一个喜欢去照顾人的女生。你再来点肉吧。够了够了。你下去吃饭要坐我旁边。加我一个，不愁吃的吧？快，紧张，好紧张，快点。Yeah。林毅，耶！我帮你吧，我帮你把这个开了吧。OK。到底那颗椰子是谁开的？哎呦，我们俩第一次的接触非常的愉快，一起洗碗，然后我还给他围了围裙，想进一步了解对方。去吧去吧。林毅看谁呢？看小马，林毅看小马，毫无疑问，对吧？这个是全部大家都是。小马。感觉老王和老马的话都挺多的，就不会让我尬场。在吃饭环节，我的天平是会偏向老王一点，他照顾我会多一点。啊！哇哦！他那手为什么划在了王震头上？但是老马的外形是符合我的审美多一点 ，maybe 他也是一个很在意细节的人。这两位我其实都挺感兴趣的，他们两个是势均力敌的吧？有点犹豫的。这悬念太足了，我心跳已经要爆了。真的，快点吧，快点吧，小马。小马，小马，小马。耶！哇，心有灵犀，我还刚想说找你帮我拿个我已经葡萄呢。感受到了你的这个目光是吗？盯着这个，盯着这个。他跟他写的朋友圈内容都是文案是一样的，林毅写的是今天椰子很甜，他写的是提子很甜，都是对方给他们的。我天哪，对。怎么每个人的表情都这么有意思、有深意、丰富？对对。我看他朋友圈我还挺开心的，因为我知道他的朋友圈是发给我的。他如果看了我的朋友圈，他也会知道我的朋友圈是发给他的。我帮你吧，我帮你把这个开了吧。OK。使劲转起来。哦，是他开的，这种话就感觉很甜蜜。甜死我算了，你们俩。你感觉很开心哎？啊，也没有吧。小马啊，小马 ，Yes。吃饭的时候，老马坐在我对面，也是蛮健谈的。但我对他的职业比较好奇，也跟他的本人反差感很大，觉得很特别，想要看一下他今天发了什么朋友圈。而且他姓马，是我最喜欢的动物。哇，笑得好开心，姐妹！天啊！
他说今天的提子很甜，我也觉得今天草莓很甜但是我不吃葡萄，所以没尝到，没机会。好像他们3个人的故事啊，电影剧本都没有这么写的。所以今天厨房内幕就提前修罗场了啊。笑得好开心。我还没点，我只看了一下你们的头像。你满会。别晃别晃。我们。耶！ Kevin 吃饭的时候坐在我旁边，他又会一直跟我夹菜。还有唱剧。谢谢 Kevin。我觉得就是很温暖，可能会产生兴趣，就是想多了解一点，觉得是还蛮好的人的。Yes， 这个对的，大家都对的。这种真的就是仅一人可见。他有抑制住自己上扬的嘴角。对。Kevin 表情是这样子。这你都发现了。他很像话剧演员，我看出来了。他的悬念很重。许娣我选的是帕梅拉，我是帕梅拉。哎，我突然又觉得他会看许娣的。许娣，哎呀，真的是。哎，他表情一下就变了。哦，原来不是我。因为我觉得徐丽的海外生活的这个背景，以及她的一些兴趣爱好，跟我会有一些共同点，比如说看书、吃的东西等等。我发的朋友圈也是考虑到她而发的。强颜欢笑，每个人的表情真的好好笑。可以。拿到了。苏苏，苏苏老王。你选的是看王震吧？对对啊，大家在苏苏这个上，毫无悬念。就今天晚上心理路程有点复杂。那其实我前面有注意过2个男生，第一个肯定就是跟我们一起回来一个车上的佳茹，我觉得还挺会照顾人的吧。马进龙，他好像第一个跟我讲话的，所以才注意到他的。啊。所以跟王震一点关系都没有。苏苏的心思太难猜了。哎啊！哇，怎么会这样？注意过2个男生，但是后来换了。因为他不在我一开始想看朋友圈的那个人里边，
因为我当时就说过，我说我不能接受戴眼镜的男生。然后他走进来的时候，只有他戴了眼镜，我第一眼就是 ，Hello，苏苏。完全就是坐也是离他最远坐的，吃饭的时候。我觉得是后边看那个答题的时候，他说会比较希望跟女生可能会聊到工作呀，然后这种比较深度的交流吧。因为我其实会比较愿意跟对方聊一些，比如工作上的事啊，就是如果有疑惑或者有什么东西的话，会聊一聊，给点有用没用的建议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是我会喜欢的方式吧。这属于三观一致。对，还有就是他很爱笑啊，我觉得对啊，就是感觉挺有趣的。他的名字是王震。今天晚上发这条朋友圈是比较针对他发的吧？好了，可爱的小表情。就差加把劲儿让他知道了。对，大家记得都答了多少了吗？我早的就放弃了，因为我错的最多，所以我一放弃我记正确多少了。错了俩。你们几个？7个。7个吗？错了1个。哇，太厉害了！老师呢？错了一半。错了一半。那就是你们俩答对的最多。对。哇！但还得是你们7个。哦，一心厉害。最后的答案是一心跟巴啦啦能量并列第一啊！太厉害了！我们现在发一下爱情的小锁吧，恭喜两位！哎呦喂，真是羡慕嫉妒恨。但是我觉得我们公认的那几条线，其实大家都理出来了，一个就是林奕和马靖龙。洗碗戴围裙，对，这一路还是挺明显的。他们有火花，算是比较打明牌的感情上的方式了。给他们起个名字吧，那会儿我们就很热衷于起名字，每会儿都。第2季也特别热衷起 CP 名，是不是？会不会就是看到一点蛛丝马迹就赶快锁死？对哦，可以起名字哎，可好玩了。林奕和马靖龙。对，林奕和马铃薯可以哎，小土豆组合是吧？你不能说马铃薯，马铃薯挺好。就锁了，只是我们主观上觉得锁了，因为其实这只是他们到了半熟小岛的第1次见面，就大家还有充分的可以去相互了解、相处的这个空间。对。然后其实就是苏苏这一块，我们大家都觉得有点可惜，替他可惜，对吧？是因为性格的关系表现的少。但是其实他说到王震的时候也挺妙的那个环节。是的，他转折了好几次啊，那个太动人了。对，他说他原来最不喜欢戴眼镜，所以他一进来我就比了个叉。然后听他聊天的时候，发现他愿意跟我聊工作，发现这个是我内心当中需求的东西。对，然后我就选择了他。这个转变好大呀，特别动人。所以其实不是第一眼，是通过第2眼跟了解之后，对这个人有兴趣的。是的。哎，你有没有发现，经常很多人就是让他描述一个你的心仪的对象，什么形象、什么样子，他会有一个模板，说一大堆出来，最终发现，不是，完全不是。你是这种吗？很多时候我有一点这种，跟我的想象可能不太一样。会一开始会想好不要找演员因为我觉得总是分隔两地吧。对，会有这种想法，确实是，这真的是我觉得天哪，没办法，完全把你那个就打破了。对，但我也爱上这个人了，没办法。我也没有什么设限的东西，我觉得我是一个对感情不是特别敏感的人。
那我可能需要的是我的爱人在那个时刻，他比我更坚定的做选择啊。就他会告诉你这段关系我可以的，我们可以把它往下推进下去。给到你这个安全感。对，那个坚定的态度对我这个性格的人就比较重要一点。晶晶会有吗？我没有框框，喜欢我的我都没有，或是我没有那么明确的要求啦。对我就是喜欢就感觉对了就可以。感觉是的，就这个人在那一瞬间有没有击中你？对。文学作品当中啊，就类似的这种爱情模式是很多的。大家都看过那个《傲慢与偏见》嘛？对。你看达西和伊丽莎白的那个状态，那个关系就是你刚才讲的那种。就是我先看到的是她的缺点，她也不够漂亮，她也不够好，或者她怎么样。但为什么有个问题就出现了？我看到她的缺点了，但她就是花在我眼睛里面亮了。对，建立在真相之上的那样的欣赏，那样的认同，你一定是欣赏认同的他的某个点，这种感情它就比较扎实。你是不是也收到了？对啊。恋爱测试获得天花板级别的2位男女嘉宾将作为第一次约会的丘比特来指定明天8个人的约会配对，2人留在客厅讨论，其余人回房间休息。天哪，丘比特对我好一点哦！来，赶紧，想要跟谁？要喝茶吗？要喝茶吗？我觉得他应该会懂我吧，就是我把我的命运交给我姐妹，我相信他的，不要让我信错人了。我相信你懂我的。这个天花板的含金量好高啊，好多特权。早知道就好好答了，谁知道后面福利这么大？前面那个。走吧，走吧，走吧。谢谢啦 ，Kevin。谢谢你啊，今天。你很累了。你困了吗？困了，困了。因为昨天睡得挺少的。你还好吧？我还好。我们要不交流一下情报吧？好。好。首先，我觉得很明显的是，丽丽应该会想要和Kevin约吧。Kevin，你觉得？你是怎么有这样的？好扎人的情报啊！扎心了。因为我感觉他们都有相似的在海外工作的经历，而且他们会聊得挺多的。Kevin也会给丽丽夹菜。谢谢Kevin，你多吃一点。然后刚才在看试卷的时候，讲到Kevin的时候，丽丽提了很多问题。你暧昧期间发现别人小毛病不会说？我不会说的。天哪，你是一个天使哎！不是不是。你每一句话都扎在了，每次插在我心。嘉荣，脸都绿了。嘉荣还觉得自己，我也挺不错的。川菜都嘉荣都觉得冷。我感觉他会对他比较有兴趣。你认同我的想法？我认同想法，我觉得这个可以这么定。好，先把他们定下来，先把他们2个放上去。我感觉丽丽今天对 Kevin 的讯号很明显，所以我射出了丘比特之箭。对，这一箭射得很准啊，也射伤了一个人。对，是的。然后来看一下，看看他吧。OK， Pam， 你觉得谁会比较？我觉得这个可以这么定。啊，小马，互相伤害吧，你这是。会玩了，真的是。我感觉也可能是你耶。哦。林毅提出否定也，林毅说我觉得也可以是你。但要看你是不是愿意，毕竟你也是天花板，你有选择的权利。
我想最后一个安排吧。他又给他挪回去了。像在下象棋有没有？你让我不好过，你也别想好。真的，他俩真的太有意思了，太有意思了。脸有点不对劲了。怎么天花板要做这么难的决定？你为什么想最后一个安排？好问题。后手。就是我。你其实心里有答案，对吗？好尴尬。肯定有吧。不好意思说出来了。我最开始想指定的是徐丽，但是我看到她的朋友圈，可能有。那你就直接选吧。你不要紧张，你直接选吧。可以啊。你能先选一个吗？你选完我就选我想选的，好不好？那为什么不能你先选？我们同时。你是担心说？我担心你没有约到你想约的人。你这个不用担心，因为我都好尴尬。我都挺想了解大家的。你会想要先了解谁？够。这样吧，这样我们两个都是天花板。好。什么意思？啥？他把他俩凑作对。什么？这是什么逻辑啊？为什么你的口是心非？因为他不好意思承认他喜欢许丽呀。好，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那这是你想选的吗？这不是你想选的。不是，我是小薇，你不要因为我们两个是天花板，然后为了成全其他人，然后你说我们两个在一起，这样就不会大家为难。你没有这样？不是想，就是先啊。你原本就是你最想选的人是谁？应该不是我吧？我现在没有什么特别确定的想法，所以跟你说，先安排大家。但是我 OK， 好，可以啊。你如果 OK 的话，那我们就确认一下这两组，结果不会是我们乱点鸳鸯谱啊？这个明天被人骂。好呀。OK， 好，定了。我要去喝一点水。可以直接一点吧，我觉得。成年人之间说句直球的话，这么难吗？他想做另一种周全吧。但其实我觉得林毅已经蛮直接了。林毅很直接，对。他你看他一个动作，直接把他那个拉下来，对吧？是嘉荣没有 get 到，没有懂，没有懂。嘉荣的第一选择一定不是我，他应该就是可能不好意思选别人，不好意思让我知道他选的谁，所以他才勉强说那我们两个先结束了。我还是很想问你，你最初想选的人是谁？第一个想选的人，我还是觉得不是我。为什么？还是你最想选的人是谁？我们要不要再讨论一下？可以啊，再讨论的。哦，这不是最终结果。还有变数吗？难道？这样吧，你先选。啊，你先选。为什么我先选？这次你先选，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如果从我感觉来说，我可能会选
他吧。啊，所以他会为自己选一次。我觉得林毅会为自己选。那嘉荣就可以也选自己的了吧？就如果他主动表达了心意，原先那个组合就打破了嘛。对。但你觉得最后结果会怎么样？我觉得会林毅，我觉得林毅会大胆表达，对，林毅小马，对，但是嘉荣可能会把许丽选走吧？我不知道感觉对不对？我感觉嘉荣的性格是有一点，知道那个看到他们已经互选，尤其知道这个背景信息之后，我觉得他是会退的那种男孩。就他的性格总体不太争，然后不太抢。甚至在那一趴有点心疼嘉荣，就他突然间从林毅那儿 get 到了，原来我看中的女孩子跟别人互动这么多，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好心疼他呀！杜老师怎么看刚才这一段？啊，我第一个感觉，哎呀，年轻人好可爱呀，大家也好体面啊，而且分寸感，对，体现一个人的修养的分寸感，对，每一个人都拿捏得很好，就算是有淡淡失落的，或者是想主动出击的，大家的分寸感都很好，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体现了30+的那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生活的一种智慧啊！是。Hello， 哎 ，Hello， 我要去找吃的。找吃的？对。这个点找吃的？我肚子饿了。你这样说，我肚子有点饿了。是真的吗？你要一起吗？我给你拿点吃的吧。好。你不是要控制自己吗？我真的饿，我晚上都没有吃什么东西。为什么不吃啊？你晚上吃那么多东西。对啊，小马吃了那么多，怎么又饿了？你会做什么东西吗？啊？你会做什么东西吃吗？简单的。我也想学一下做蒸鸡蛋之类的。蒸鸡蛋都不会吗？没有尝试过。那我可以教你。啊，你会吗？我也只会就炒个蛋炒饭什么。很不错啦，比我优秀太多了。你这是饭加一个菜哎，我只会一个饭。他们都没有人肚子饿，我真的好饿。大家可能都憋着吧，所以我们勇敢的站出来去选择吃美食了。那么巧，我准备吃独食呢。被我抓个正着，可不能一个人贪吃啊。马铃薯什么？马铃薯 CP 开始了，上大分。为什么今晚吃那么少呀？因为我感觉东西不够那么多人吃，我就少吃一点。那你也太为大家着想了吧？怎么样？你们聊得怎么样？约会定的怎么样？你期待我说什么样的回答呢？那就看你能说多少了。我可不可以先问你，你晚上看的是谁的朋友圈？你可以告诉我吗？那你能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OK 啊。那你看谁的朋友圈？我看你的。哎呦，哇，漂亮。那你觉得我看了谁的？你看了我的。对。耶！他好直接，我好喜欢啊！你为什么学我？你为什么学我？我在学你。对。说得好，学你。因为他去的东西跟我简直一模一样。我觉得可能就是感应到了，因为我觉得感应到了我。哎呀，完了，这一波在大气层。你如果让你约会的话，你会选在什么样的地方？我会选在什么样的地方？我觉得可能会稍微的比较 peace 一点的地方会更合适一点，比如说像什么海洋世界里面的可以跟海豚合照的那种，我觉得那也蛮好的。就他可以双人一起跟海豚合照，我觉得那还蛮不错的。知道喜欢海豚啊？什么？好巧！天啊！知道他喜欢海豚。你怎么知道我喜欢海豚？我很喜欢海豚。真的吗？这么巧？但是你又不一定会跟我约会。
哎，是你定的哎。那我不一定是优先选择那个人啊。那你的意思就是不是优先选择我了？这才是拉扯吧？我也没那么说吧。哦。但是这不确定嘛，不能确定，一定是我们一起出去。不是，这句话我没太理解。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和另外一位天花板，都把自己的选择放最后，先考虑其他人会怎么选呢？不会最后面你们两个丘比特约会去了吧？啊，你们把其他人配对完了，哎，发现自己空出来了。我只能告诉你有这个可能性。那挺好玩的，你们俩这。那你没有感受到今天有谁和谁之间比较来电吗？你没有 feel 到吗？来点提示。任何人啊。包括我俩吗？不包括吧。那可能我注意力比较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吧。有吗？看一下，反正不是我吧。这不能告诉我。不能告诉我，还卖关子。这俩刚刚这个对话太有看头了吧也。你都傻了吗？这直球是这样子的，我之前没见识过，你知道吧？你以为你们家能已经够直球的了，是不是？这是一场酣畅淋漓的直球比赛啊！明天就要揭晓答案了，期待一下吧。心中大概猜到了。早点休息，拜拜。不一定，我只能说不一定，嘿嘿。拜拜。拜拜，晚安。晚安。哟，哎，这么巧，真巧，好近啊！我们俩这个阳台，我觉得翻都可以翻过去了。对啊。你期待明天吗？明天就要约会了。明天，不知道天花板怎么安排的。王震选的是林毅，然后林毅选的是小马。他俩等于都想跟同一个女孩对约会，目前对，结果正好住在一块。对，有想跟谁去约会吗？有啊，有啊，有啊。哪个人？这么直接的吗？当然。我想一想。我今晚看的也是那人的微信朋友圈。哦。然后有什么特质吗？你透露一下，我猜一猜是谁。说一个关键词吧。我看了第一个人的微信。第一个谁？排序第一的。不记得。林毅的微信。哦。你呢？我不告诉你。太狡诈了吧？我要保密一下。那我感觉我大概猜到了。是吗？你猜是谁？我感觉我们俩挺像的。我觉得你也应该挺喜欢直接的女生。是。你也是林毅，瞧瞧这说话的艺术。好妙，好喜欢成年人的对话。好精彩哦！怎么样？太精彩了！哎，我跟你们说，纯叶刚才特别逗，他看到一个点之后特别激动，就想抓着点什么，然后就想一起伸出了手。哇！对不起，怎么了？稍微就是想拿捏点什么东西，但没捏住。哪个点让你有那样的？好喜欢成年人拉扯。第一个就是那个马铃薯 CP 在说的时候，你觉得今天谁最来电？然后他说：“你觉得有我们吗？”我觉得没有哎，哇，然后就开始电流开始。包括我俩吗？不包括吧。
就是正话反说，就是那种感觉，哇，那个张力真的是拉满。关键是很明显，就是我其实全程只关注一个人。对，小马说这个。对。那可能我注意力比较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吧。然后林丽说的是，反正不是我吧？拉扯，对吧？对。主要是一开始他们已经互表心意了，对，然后又这一番对话，就真的就已经很有那种在相互有好感的人之间的那个对话的状态在了。我又有一些小期待，我又担心会失落，你的答案不是我想要的，然后但同时有个小钩子一直勾着你，节奏感非常棒，就好特别喜欢看这种拉扯的小小的试探呀。罗拉都震惊了，罗拉说啊，我已经认为我们那一季已经够直球的了，怎么还有这么直的？哇，这一段够我学好久的。我觉得最牛的是直接问看朋友圈吧，直球谁的，然后男生对，直接问是很好的，但是他的那个问法其实是带有一点技巧的，就是如果你是直接过去说，哎，你今天看的是谁的，这又有点。咄咄逼人是吧？对，然后或者是把自己的位置放得过低，这样就哎，你今天看的是谁的，又会显得好像有点太小心翼翼了，显得你在这段关系里面有点不占上风。他的那个问法就是特别好，你晚上看的是谁的朋友圈？你可以告诉我吗？体面，然后直接有智慧。但我觉得林毅最妙的，他不是敢问，他是敢答。哎，我同意。对，因为男生也问他。那你能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OK 啊。那你看谁的朋友圈？他直接说不看你的。而他后面男生又问，那你觉得我看了谁？然后林毅说你看了我的。对。耶！这一下冲击力其实是很大的。但后面还有他有3分，然后林毅又说了一句：“你为什么学我啊？你为什么学我？”有没有枕头啊？我想埋进去尖叫。就那句“你为什么学我”的那个状态，也是两个人已经有一些那种默契之后才会有这样的说法。对，已经来电了，感觉他们俩很好看哎。有了后面这段对话，再回过头去看他，发现林毅出来觅食的时候，他说：“你这样说，我肚子有点饿了。”好巧啊！要这么巧啊？您是真饿了吗？就是那种感觉。对。林毅这个姑娘，她从她一出现，你就会看到她一直是主动的，她其实一直就在很聪明的制造各种各样的机会，让那个可能喜欢自己的人有机会出现在自己面前。你看她不停的在说，哎，谁愿意跟我出去看礼花呀？谁愿意跟我一起荡秋千啊？这个时候她并没有目标，但这就好像是我在送给你们一个机会，那这样就能够提高那个自己喜欢的人这样的一个效率。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聪明的。先给机会，然后等到这个互相的感觉有了，他有了目标以后，直接出击。这个主动出击，而且是一个女孩子，这个品质太可贵了，是需要这样的。是的。所以老师是鼓励在感情当中，你对你心仪的那个人是要主动出击的。对，要主动出击，机会难得。然后如果你不出击，他有很多的可能就跟这个人错失了。是。因为我的这个现实情况啊，咱们要是不主动的话，可能选择性是有点少了。你很有魅力的。但是就是如果我这样张扬的性格，就是男生会就是一下子会躲得远远的，所以我基本上我不是主动的表白，不是主动跟别人说，哎，我喜欢你，要不要在一起？这种我是给他展示一个我很好，给你一个喜欢我的机会。对，给机会。我觉得女孩子其实也要，如果看我们节目的女孩，我想告诉她们说，其实你也有权利主动出击的。当然。你看不同的人，他所有表达爱的方式其实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对，这些行为背后都有属于那个人独特的一段故事。其实我特别喜欢，就是我们这个节目这一季有一个新增的一个设计的环节——冰封故事。就是这8个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嘉宾，他们都会带着一样对自己来说，对他们每一个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件物品。这个物品肯定是牵扯到了他的一段在内心非常柔软的地方的一段故事或者是一段经历，他们将这个故事会冰封在这个小屋当中，所以我们也希望在一个最恰当的时候，我们将一起公布这些冰封的故事，看看他们内心的世界。最重要的是，我们也希望就是这个温暖的海岛，让他们心中的那个脆弱的冰冷的那个地方能够被瓦解掉，然后去迎接属于自己的春天。
所以我们马上要来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一季节目当中一个新的环节——冰封故事。我们看看它都存进了怎样的故事吧。每位30+男女的内心都有一段最为深刻的回忆。请嘉宾们将自己关于这段故事的物件封存进草坪上的冰屋内。随着彼此情感的深入，冰封故事慢慢融化。这段过往也将会向你心仪的他开启。我的冰封故事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收到来自男生的礼物。在这10多年中，我搬了已经有数不清多少次的家，但是无论到哪，我都会一直带着它。我是有一点担心的，因为就是他会不会介意我过去的一些感情。在小屋的冰封故事是一个对我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回忆。抛去过去10年的感情，这个东西是开启我人生新的篇章的一个证书。希望说有幸的话，可以有个人跟我一起来感受我内心的这些真正的东西。我也不知道呀。因为会觉得可能那张纸条放在那个放进冰屋之后，我可能之后就不一定会拿回来了吧。I lost myself again for you. 就他可能是简单的说了一下他们冰封这个故事的一些关键词。我有记录2个人的，一个是帕梅拉，一个是江俊霖。俊霖是说我担心他会介意我曾经的感情经历。对，是有婚姻还是有一段难忘的恋情就不知道了。对，然后就是帕梅拉说她一段10年的感情。对，还有就是苏苏最后那个状态。你觉得苏苏放的会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他刚刚回答说能不能跟前任做朋友的，然后他说了如果是特别特别爱就做不了朋友，然后那个王震就问他那你几个不能做朋友？他说只有1个不能做朋友。然后他刚刚那样哭，我不知道，就看这几个信息点，我感觉可能跟他的前段感情经历可能是不能做朋友。我们看到现在啊，我觉得苏苏应该是让我最心疼的一个孩子。你看他应该受过伤，我觉得他应该是有受过伤害，所以他在整个前面这一段，他人是封闭的，他还没打开。这个孩子也一定是有故事的，而且应该是一个很伤心的故事。所以我觉得，就是这2个人的故事拿出来，可能会在未来的关系当中会是一个给对方不一样的感受，因为他是敞开了我曾经的生活。是，好了，今天小屋的第一天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看了晚饭，然后有了诸多的猜测，有了那么多的线索，然后也很期待丘比特们会怎么样点鸳鸯谱。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他们第一次正式的约会了，是不是符合你心理预期的那个组合呢？就约会了是吧？直接对，耶，看约会了。第一对是谁都不知道是吧？对，就很好奇。第一对谁呀？这是？哎呀，哎呦 ，Kevin， 哎呦，老马。
我在做出丘比特的决定的时候，主要依据的是，感觉第一天谁跟谁互相之间来电一点。突然有这么多决定权在我手上，我可能是有点慌，希望可以做对大家最好的决定。很难选吧，很难讲。我觉得如果是他的话，就是他肯定知道要去干嘛。如果我跟其他的，就像江俊霖，可能我俩都不知道要去干嘛，然后也不知道讲什么。我比较安静，话少，可以给我派一个话多的。我挺期待，感觉会和他有很多共同话题，然后去哪里我都 OK。他这个奔跑的姿态，我觉得已经有线索了，是不是？对对。小马马，是谁是第一组啊？哦，巧薇会和谁？哎呀，进去的时候看到很多花，然后有被惊艳到，就哇，这个地方真的好美。哦，马甲，小马甲，我从马甲认出了他。我背对着他站着，我在猜想他的反应是会好还是不好。为啥？等等，他，你看他没有选那个许丽，他没选许丽。对对，他退出来了。对，好体面哦。你好坏啊！偷偷你知道是我啊？啊？你一直都知道跟我出来吗？你忘了谁是天花板了？太坏了！谢谢，是咖啡吗？对，我知道你已经喝了2杯了，但是，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天天要穿马甲？你看我们在这个场合，我适不适合穿？适合。早上他可能在给我暗示说，哎，我们今天要一起约会了，所以他就释出一些善意。我又很喜欢做一些对自己有帮助的东西，健身啊，瑜伽、普拉提。但是我还没有 get 到。再给你加点水。没关系，谢谢。还贴心了他。加水大师，不想喝都得说好，喝2口。没有想到是他。所以你会骑马吗？我这个那种景区的骑马算吗？怎么了？没有，我在想，我刚才想问什么东西，我忘记了。没事，让你慢慢想。那你想问我什么吗？你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第一印象是什么？我觉得很温柔。哦。就是好像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冷酷的潘美拉。哦。卷子里我很冷酷，是不是？对对，反差还挺大的。那你平时喜欢做什么？我吗？其实我生活也挺简单的，就除了工作之外，就可能运动，然后喝喝咖啡。我喜欢去上海那些很多梧桐树的地方那边走一走，或者骑那个单车，在那边我喜欢法租界，对，愚园路、安福路，对，在那里有很多咖啡厅。对啊，就很多敞开式的那种 bar。对，我觉得就是下午的时候坐在那里，然
然后面对马路，看着树喝咖啡。你一个人去吗？一个人不去，太孤单。对，我会拉着姐妹、好朋友一起去，因为我不住在那附近。哦。再往后面一点点。他们都住上海啊？可以问是哪个区吗？长宁。我之前住过长宁。那你现在住哪一区？我现在在闵行那边。那很近啊，我的长宁很靠近闵行。对，我的闵行也很靠近你的长宁。你在试图找一些共同点。对。好的。相处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有温度，但不过度。我们有很多相似的经历，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了解吧。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骑马？知道我真的很喜欢马。为什么？你属马吗？对。我想摸看看。你想摸摸它？走吧。欢迎你们到这里来，这是第一次上马是吧？第一次。好吧，那第一次上马的话，我们先在调教圈里面稍微训练一下。好啊。然后再到户外，你们谁先骑？女士优先，好吧？你要练习，你没骑过啊？但是你想不想先骑？没事，你先。你想不想？你先。哦，不想。我要戴这个帽子吗？慢一点，别掉尾巴。好，好看吗？哦，原来他穿牛仔就是为了骑马啊！好，一会儿你上的时候，你不要拖泥带水，就瞬间上去。就一口气上去。对，好，抓着这里，1、2、3，上。不错。好，我们先慢步走几圈，感受一下。好，我坐直，对，腰挺直。好。好，缰绳手不要太硬，对，就是放松一点对，放松一点，但是放松的时候也不要失去跟马嘴的链接，就是不要使劲，但是它能感受得到你的手在那里。就是这个劲还是在的，对，在的，别拉就是了。对，只是我们没有在拉，对。好，腰挺直啊，肩膀打开一点，好。感觉我在练普拉提，腰挺直。你晕了吗？不晕。好，你现在尽量贴着调教圈的周围，对。你看你给的力度非常好，它现在是一个受弦的状态，就是它的脖子是这样的，你看，它的脖子是这样的，这就说明它愿意听你的，对。嗨。就是它驯服吗？是的，它在配合你，对。我稍微加快速度试一下。第一次骑马希望那时候我的表情管理做到位，不会看起来太惶恐。帮忙拍照很主动哦。对，非常好，就这样。换人吗？好，换人。好，慢慢的，对，好，祝一切顺利。我觉得你很厉害。很紧张。我有一点。加油。1、2、3，上。好。看帽子可以摘一下。好美。他笑起来真好看。好，对。他们其实还是有共同的爱好的，他也喜欢那个运动这些，还是有相通之处，说不定他们会有戏哦。他们笑一下，好好看哦，这个好漂亮，好会拍。好，坐稳了，我要稍微加快速度。
哦，他这个长发飘扬的在马上那个感觉挺武侠的。有没有上手一些？有。来，起坐，起坐。对，保持那个节奏啊。好，我觉得我们差不多了。可以吗？你迫不及待想去外面？你稍微溜溜吗？我觉得你骑的还可以，好吧？那我们出去溜一溜。OK 吗 ，Pam？ 可以可以，紧追你马后。你看这个太阳特别美。哦，是夕阳。哇，好美哦！你知道我一整路都很努力的在追上你吗？是吗？追不上。他们是不是期待到最后都学会了，然后两个人对红尘作伴，潇潇洒洒那个感觉？哇，你往后看一眼，你看那个花。你想要一朵吗？没有，别摘吧。对，其实我想摘一朵的，但是可能不太好。走。你核心有收紧吗？没有。核心要收紧。好的，老师。这么浪漫的个地方，骑着马，你核心收紧了吗？但是我会觉得很可爱耶，我觉得很可爱，因为他在用我的专业术语跟我聊天。是，其实我跟你想法一样。这个骑马的活动是你挑选的吗？我有参与。所以你知道我喜欢马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哦。哇，然后我最喜欢的2种东西就是花跟马。真的？真的。这个花上有刺。我超越你了。开心吗？太浪漫了。世界万物都很美。你做过最浪漫的事是什么？我觉得像你浪漫的。我感觉他是一个非常细心又会照顾别人感受的人，然后在这个约会有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我们到家了。我帮你。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谢谢。什么感觉吗？你什么感觉？累吗？我是不累，觉得挺新鲜的。新鲜。我头发是不是都被压扁了？弹头。弹头。我要给他寄个外号，弹头先生。核心小姐。对，哎，弹头先生、核心小姐，可以。核心小姐和弹头先生。还好。还好。还好。要不你从中间拨一下。中间这样拨。好啊。谢谢我的镜子。哎，你是台湾哪个城市？台湾高雄。哦，高雄。你去过吗？我去过，我还去了日月潭。你是那时候是去旅游吗？哦，对，因为我阿嬷在台湾。真的？也蛮巧的。你阿嬷台湾人啊？我阿公也是。哦，会讲阿嬷挺亲切的。是吗？对。那你多大？猜。35加。走了。嘉荣说：“我核心收的这么紧，怎么还能35加？怎么了？我看35加。啊。你听到我心碎的声音吗？35加。Sorry。我属羊的。真的？91年的。你怎么长那么着急呢？你真的很粗线条哎，小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了。好像在看台湾偶像剧哦。长得着急。会觉得你抱得很好，也想走。
划老的很好，就代表说年纪大嘛。不是，就是你给人的感觉比较成熟稳重。第一次约会，整体氛围特别好，看到他的另外一面。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人，几乎是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就算不明说出口，他的反应、他的表现还是非常的真诚的。是不是要吃饭啦？你饿吗？要不走走吧？走一走。走吧。对，就我真的想来这里看看，然后都安排上，给你点赞。天哪，好美啊，海边啊，好漂亮。谢谢，不愧是天花板啊！第一次约会就安排的很妥当。对，扫码点的。扫码点餐。我选一样，你选一样。OK 啊。刚刚看那个夕阳还觉得很美，然后现在一瞬间就没了。对啊。你是家里面的独生子？我有个姐姐。你有一个姐姐。我就是你的姐姐啊。你是我姐姐。有没有照顾我？我不想。那你干嘛说自己是姐姐？我才是3属家的那位。那我的确是比你大，然后我在家里排行是姐姐。你有个弟弟。还有妹妹。你是最大的。你好。你肚子饿吗？挺香的。开动。好，谢谢。我给你搞个鸡腿，奖励你今天骑马特别优秀。你也很优秀，不然你就吃鸡腿前面一小块。我说错了，鸡腿前面一大块都给你。你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啊？很久没有看了。很久没看电影。以前会跟就是以前的对象一起看电影嘛，对吧？然后后来就一个人就不会想去看电影啦。那上次是什么时候？多长时间吗？对，2年多。你今天愿意跟我分享你们到底怎么选？其实说实话，一开始我并不是特别的明确。你知道磁场这个词吗 ？chemistry， 按着 chemistry， 你会觉得可能是跟你一起相处会比较舒服的。好的，知道了。这个约会项目我觉得安排得很好，觉得他也是一个心思蛮细腻的人，是我理想中浪漫的场景。开心吗，姐妹？真的？真的。其实你笑起来很好看，真的笑起来很好看。来吧，弹头先生跟核心小姐。好可爱的外号。对，如果你们在那样很浪漫的场景里面，突然有人问你说：“哎，你核心收紧了吗？”你是这个时候，如果你是说给你能听懂的那个人，那其实 OK 的。对。那个场景里面，其实巧薇就是能听懂的，她就是练专业的健身。普拉提老师。对。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场景是巧薇描述当中的，邵佳蓉是一个特别贴心的人，就是她安排约会之后，其实她是上帝视角，她知道我要跟谁，但是她从早餐的时候开始就制造跟他相互接触的机会，对，给你倒水啊，然后问你这问你那呀，就是不想说一见面大家太生疏，是很细心的一种感觉。但我又感觉到巧薇好像
没有，我看的时候没有觉得他有很强的那种信号，他甚至会接那个话，我会觉得就是如果我是跟别人约会，别人这么说我的话，我觉得你给我推开，就是那我是你姐姐啊。但是嘉荣就很好的化解了。对。他说你怎么可能是我姐？毕竟我才是35加的那一个。对，他就立刻回避。但我觉得他的回避是给到巧薇一个很好的一个暗示是，他对我是不一样的。然后再加上那个问题就是，你是优先选的人，你为什么会选我？然后嘉荣就说，因为磁场，我喜欢就是接触起来舒服的人。就其实巧薇这儿得到是非常正向的一些回馈。我们相处你是觉得舒服的，然后呢，你其实也在帮我化解一些有点小尴尬的那个年龄上面的这种，对吧？是的。这一期我们的半熟恋人跟8位半熟男女见了面，然后呢也见到了他们彼此之间的第一次的互动，当然也留了非常多的悬念。后面我们的2位丘比特会指认谁跟谁相互配对跟约会呢？这些都让我们更加期待接下来剧情的发展。希望大家能够用一种非常松弛的、开放的、坦然的心态去迎接可能属于你的爱情。那我们这期的半熟恋人就是这样啦，我们下期见吧，各位岛民们，下期见。还有6个人的约会没有揭晓，谁会跟谁配对呢？赶紧来 ！Hello， 被你发现了。Hello。哇！我都没想到，原来是你。我见到你真是太好了。我们今天是双向奔赴吧？我陷进去了。那你觉得异地恋可以吗？那你觉得不合适的人，他可以磨合到合适吗？眼神变成刀了，你知道吗？我也感受到了。我没有交往过任何比我大的女生，一次都没有。突然一下，信息量有点大。第2次约会的规则，每位男生只有1次敲门邀请女生的机会。我对他是有好感的，我也想更多的了解他。我今天反而不是很确定这一点了，他好像有更多选择性在里面。其实内心也有纠结，纠结去邀约谁？感情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我很怕我读错人。这是谁啊？我来晚了吗？搞什么？啊 ？What？ 你说咱俩，如果是当时咱俩会不会翻过去？因为咱俩我们从后面爬上来的。1次啊！你看，你干嘛不接电话呀？对，他在打球嘛。不接电话。6次！你看大叔在旁边。大叔那个表情什么？6次？看你喜欢吃正片没看够，每周4晚19点真人秀加更，周5晚19点陪你看半熟。我可以跟你会员专享更多精彩内容。哦，可以啊。所以今天的安排是什么？天花板是怎么谁定的？上微博参与半熟恋人话题讨论，分享你的爱情观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内容合作平台新浪新闻、网易新闻、扎克尔新闻、Keep。VIP 用户周2、周3 19点更新，会员抢先看1周 ；SVIP 用户可额外抢先7小时观看。正片免费1周后回锁会员专享。周4真人秀加更，周5陪你看半熟，甜蜜不间断。